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第2期播客。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师的一些故事。这么多年，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毕业，我也经历了很多老师了。在这么多的老师当中呢，有的很平凡，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有的很优秀，让我觉得哇，还有这么厉害的老师。但是也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比较意外，甚至有过一些不愉快经历的老师。接下来我分享的故事呢，仅仅就是我成长过程中个人的一些经历，并不代表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也并不代表现在的老师也是相似的风格。先从我的幼儿园说起，我当时的那个幼儿园大班的老师姓巫，他呢，非常友善，也很亲切，就他本人也非常喜欢小朋友。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巫老师是一位女士啊，她已经有2个孩子了，但是2个孩子都是男孩，所以呢，她自己就特别喜欢女孩子。她跟我妈妈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她平时呢也对我很好，她也比较喜欢我。而且据我的家人说啊，我小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比较讨人喜欢。有一天放学之后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呢？吃晚饭？我说不去了吧。他说没关系，你来吧，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我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哈，然后就同意了，就跟着这个巫老师，当然也是我家的亲戚，就去他家了。老师呢有叮嘱我的那个好朋友，告诉他让他通知我的爸爸妈妈，说我去巫老师家吃饭了，如果天黑呢可能就住在那儿了，让他这样传达一下。那个小朋友呢也答应的好好的，所以我的那个老师巫老师告诉我的好朋友说帮忙转达一下，之后呢就没有再跟我的爸爸妈妈联络。当时吴老师的老公应该是在外地出差，所以家里只有他还有他的2个儿子，比我大差不多3-4岁的样子吧。我们4个人在一块儿吃了晚饭，还一起玩牌、捉迷藏，就玩得特别开心。结果缓过神来呢，已经天都黑了。后边巫老师就说，你在我们家住吧，反正我们家也有房间也有被子，你就住在这里好了，要不然黑黑的还要再去送你。我倒是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很认生，那巫老师邀请我住下，我就说那好呀，那就住下吧。吃完饭玩够了之后就洗漱完就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爸爸妈妈是没有接到通知的。我的那个好朋友呢，毕竟也还是一个小朋友嘛，他就忘了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爸爸妈妈了。所以我爸爸妈妈一直等到天都黑了，发现我还没有回家，就有点着急，就先在我常去的公园呀，常去玩的几个地方都去找了一遍，但是没有发现我。他们就有点害怕了，觉得哇天哪，小朋友是不是丢了？或者是被人拐走了。拐走了的意思就是被不认识的人带走了。虽然我长大的那个地方呢，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拐卖小朋友的事情，但是毕竟无缘无故就找不到我了，我的爸爸妈妈还是非常着急的，也很害怕，因为突然之间这个人就不见了。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只有我爸爸妈妈
拿着手电筒就去外边找我了。我姐姐和我哥哥在家里看家。后边找不到嘛，他们也非常害怕，越想越害怕，觉得肯定是出事了。然后就开始联络我的大伯还有其他的亲戚，一起开始四下的找我。然后找了差不多2-3个小时，终于问到我的那个同学，也是我的那个好朋友的家里。那个小朋友才想起来说，老师交代他要转告我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情，但是他完全忘记了。后边我爸爸妈妈听说了之后就总算放心了，但也怕小朋友说的不是事实怎么办，就还是大半夜的就黑黑的拿着手电筒去到我的那个老师家里边，确认我在，而且看我已经睡下了，就没有把我带回家，就在亲戚家住了一晚上。我还记得当天是周五，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周六了，不用上学。我看到爸爸妈妈找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我也觉得有点害怕，觉得闯祸了。早上呢就有点不太敢回家。姓巫的那个老师也是我的亲戚，带着我把我送回了家。看我一路上有点担心，还一个劲儿的安慰我说没事儿，过一会儿呢我会跟你爸爸妈妈好好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不怨你，都是我做的不对。到我家里之后呢，也跟我爸爸妈妈叮嘱了不要打我。后面我爸爸妈妈就当然也没有打我了，但是真的把他们吓了一跳。在那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以后如果不能回家的话，必须要联络到，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去哪里了呢？这样说了我一次，我后边就记住了，然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关于幼儿园和吴老师的记忆。还好是虚惊一场。不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也学会了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家里人联络。但是我当时真的还很小，我真的没有这个概念。接下来要讲的呢是小学的一位老师。这个故事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温馨了。我们那个时候呢，小学的校长呢也是要讲课的。我们的语文老师刚好就是我们的小学校长，他姓王，叫王老师。我们当时虽然还是小朋友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他1.8米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就长得很帅气。而且王老师写作写得很好，他的一些文章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边是发表过的，所以对王老师还是觉得挺敬佩挺崇拜的这个感觉。王老师家有3个孩子，2个女儿和1个儿子。他的儿子当时是比我们大几岁，我在小学的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那年他的儿子应该是上初3，就他们一家人看起来还都挺幸福的。可是突然有一天，王老师来到学校的时候，那个神情就很不对，我感觉就像失魂落魄。失魂落魄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精神全部都丢掉了，就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就受到非常大的打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失魂落魄。当时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们都很震惊，也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了。直到后来回到家里边，听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说原来是王老师的儿子，自杀了。我们听完之后都觉得太震惊了，因为我们是见过他儿子的。虽然是初中生啊，当时他是初3，但是个子也长到1.7米几了，特别高。而且呢，他长得非常像王老师，
也是浓眉大眼，就很帅气、很阳光的一个小伙子。当时王老师的孩子在初三，其实学习压力很大，因为初三接下来就要考到好的高中了，而好的高中呢，是几乎能够直接决定你上到好的大学的。王老师的孩子中考失利，失利的意思就是考得不好，所以没能去好的高中。最后王老师就坚决要求他的孩子复读。复读的意思就是再读一年初三，重新参加中考。那他的儿子拗不过王老师，只能答应了，所以就又复读了一年。可惜的就是这次复读呢，也并没有让他考得一个好的成绩，跟第一年其实差不太多。那这个时候呢，王老师的儿子就想着，哪怕是一般的高中，那我也可以去上。但是王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他觉得我们既然都已经复读一年了，你这样就去这个一般的高中，那我们还不如第一年就直接去了。那既然这个时间成本已经花了，那我们一定要去一个好高中，所以就强迫他儿子再复读一年。在他复读第2年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读了第3遍的初三了。那这个时期他的压力就更大了，就很担心再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刚好也是他儿子进入青春期了，对异性也开始有一些个了解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孩子跟他儿子聊得特别好，就聊得很投缘，感觉也很能理解他。所以王老师的儿子呢，跟那个女孩子就会聊聊天呐，说说话呀这样的。然后就有谣言说他们2个人谈恋爱了。在我们小的那个时代啊，谈恋爱这个事情会觉得是一种丢脸的事情。王老师的儿子本身学习压力就很大，然后又被传谣言，他就觉得很苦恼。学校那边一听说他谈恋爱了，就联系了王老师，让他来学校一趟。在中国，我们那个时代啊，最怕的事情就是叫家长，也就是把你的爸爸或妈妈叫到学校来，然后告诉你这个孩子在学校表现有哪里不好，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也就是说，被叫家长的情况绝对不会是好事情。王老师自己也是老师呀，他被叫到学校去，就觉得很丢脸，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学习还不怎么好的情况下，反而开始谈恋爱，在他看来叫做不务正业。意思呢，就是该干的事情你不好好去做，不该干的事情呢，你倒挺上心思的。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去了，不问青红皂白。不问青红皂白的意思就是不问清楚原因，也不问清楚谣言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王老师肯定就是相信了这个学校的反馈嘛，再结合儿子读了2年都考不上好高中，就很生气，就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还说了很多伤害人的话吧，就是贬低自己孩子的话，类似于你什么就是很无能啊，很没有用啊，废物呀之类的。就是好一顿羞辱。这个孩子呢，就有点赌气，他毕竟是青春期嘛，那个时期的孩子也是有了自我意识，也在乎自己的尊严和脸面的，所以他就一气之下就去买了一些农药就自杀了。后边等发现之后呢，人已经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也没有救过来。后边王老师就极度的悲伤和懊悔，就整个人都非常消沉。
毕竟失去儿子了是非常大的打击嘛。他觉得自己是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说，他觉得孩子的死跟他自己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就每天就非常自责，就学校那边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开展了。好像校方考虑他这个情况，就给他提前办理了退休。那个时候的王老师应该也快50了吧。王老师也很后悔，就是他经常一个人在那自言自语的说：爸爸错了，对不起你之类的。经常有人会遇到他这个样子。后边在路上我遇到过他一次，但是也不敢提这些伤心的过往，就简单的问候了一下，就匆匆的离开了。我觉得他的这个丧子之痛应该也会折磨他一生的，就真的很可惜。因为在我眼中，王老师真的不是坏人，可能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严父，比较严格的父亲。如果他知道这一系列的事情会导致他儿子选择轻生的话，那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这样去做的。但是这个世界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没有后悔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改不了的。就是现在说起来都还是觉得挺伤感的。这就是我小学时候印象比较深的一位老师的故事。也希望他的故事能让未来不会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为什么很多老师家的孩子过得并不快乐？可能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老师见过最优秀的孩子，所以呢，他就会把更多的期待都加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你就做不到呢？反而是越亲近的人，可能越容易口无遮拦。口无遮拦的意思就是说，完全不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指说不好的话的时候，这个其实是真的最伤人的。所以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为人父母的时候，还是要记住自己的初心吧。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你对他的期待仅仅就是健康快乐就好了，不需要功成名就，不需要为我争光。每个人生在世界上，我觉得是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即便是父母也没有办法替孩子做决定的。你可以去引导他，你可以有些许的期许，但是你不能去强迫他，更不能代替他去做这个决定。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首纪伯伦的诗，我真的觉得很有力量，也很感动。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一旦决定为人父母，还是要永记初心吧，就是你愿意陪着一个生命去成长，去经历，而不是期望着他要功成名就，带给你荣耀。而且我觉得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本身他给你的陪伴，给你的快乐，他让你也疗愈着自己童年小时候的创伤，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回报。所以说，如果有太多的功利心，真的是不太适合养孩子的。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呢，每一个人都挺有个性，挺鲜活的。因为初中生活过得比较愉快嘛，也没有特别深刻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就还挺好的，挺平稳的度过了初中。接下来说一说我高中的这位老师，他是我的生物老师，他姓什么来着？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这个老师带给我的记忆呢，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到现在我都还觉得记忆犹新，提起他来我还是有点生气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应该是高2了已经。那个我的生物老师呢，平心而论啊，他讲生物讲的还是很好的。我记得当时学到那个遗传学几率的那个问题，就是几分之几的可能性可以把某个特征遗传给下一代，这样的就是要经过数学计算，但是他每次讲的都特别清楚明白，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班生物的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就是说他整个人的教学能力还是挺好的。但是有一天生物课开始了，15分钟他人还没有来，我们都很奇怪，因为也没有接到通知，大家就开始交头接耳，有的同学在聊天。我想，那这个时间他不来的话，那我就先做一做生物的作业吧，因为他要计算嘛，所以我就在那一点点的去算。等我算到一半的时候，他推门进来了，但是感觉他当时人有点生气，就是气冲冲的这样很用力的推开门，然后站上讲台之后就把拿的这个教案啪往桌上一摔，说好了好了，都不要动了，开始上课，不要讲话了，就是非常凶，态度也很恶劣。这时候大家都停止说话了，课堂就很安静。我的题呢马上就算完了，我就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我就想那我接着再算。因为他说的是不要讲话了嘛，我想那我又没有讲话，我把这道题算完就好了，所以我手中的笔是没有放下的。他看到我没有放下笔之后，就很生气的点我的名字，说用手指着我说你给我站起来，我说了要开始上课了，放下笔，你没听到吗？就态度非常的凶。我当时有点懵，我心想就差一点就算完了，而且我并没有影响到别人呢，我在算自己的题，所以我有点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发火。他让我站着，那我就站起来咯。他说放下笔，你没听到吗？然后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把笔这样摔在桌子上了。但是没有很大的声音，只是没有轻轻的放下，他就抓到把柄了。他就开始质问我，你什么态度？你跟谁摔东西呢？然后就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就开始人身攻击，看你这个样子，这副德行，就知道你将来没有什么大出息啊，你跟我还敢摔摔打打，你以为你是谁呀之类的，就说了很多贬低人攻击人的话。最后呢他还倒打一耙，还逼着我说道歉。
我是断然不可能道歉的。但是呢，我也不敢跟他这样去对峙，因为在我的那个时代，师长的这个权威是远远要高于一切的。你看师长这两个字，也就是说老师是要排在你家长前边的，也就是说他对你的这个教导责骂是有绝对的权利的。我就在那沉默着，低着头。如果我跟他顶嘴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了，轻则就是在学校那边要记过，叫做目无师长啊，破坏纪律啊，反正就是会有一大堆的罪名按在你头上的。我知道这个对抗是绝对不行的。那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跟学校弄翻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勇气来学校为我讨公道，给我撑腰的。因为那个时期在中国，老师是有绝对的权威的，他可以劈头盖脸的把你骂一顿，甚至他都可以责骂你的父母。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有一种非常绝望又非常孤立无援的那种感觉。倒不至于说很恐惧了，就是有一种不甘心，有一种委屈。我就觉得即便我没有放下笔，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呀，对吧？我又没有影响到别人。后边我知道了，它其实就是迁怒。迁怒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因为别的事情生气了，这个怒气没消，你发现可能有一个更弱的人，你觉得把火发在他身上比较安全，那你就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对他发火，这个就叫做迁怒。这是我后边知道的，就是他好像当天上课之前跟他的太太吵架了。他的太太呢也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吵着吵着就忘了时间了。可能跟太太吵架也没有占到上风，他心里窝着火，然后又看迟到了，本身觉得自己迟到了没有理，但是反而倒打一耙，就把这个怒气发在学生身上。所谓的你不听话，你目无师长，你没有按我的指令做之类的。然后他就开始逼着我道歉。我当时即便知道不会有人帮我，但我也绝对不可能道歉的。因为我即便再弱小再胆怯，可是我也还是有尊严的一个人啊。我就这样盯着他，一言不发。当时屋里安静极了，教室里当时是40多个学生，但是真的静的连一根针掉地下都能听得见。他不断地催促我道歉，我是不会道歉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借题发挥，迁怒到我了嘛，他自己是清楚的，他也不想把事情弄大，所以就让我继续站着，就开始讲课了。那一节课对我来说真的是度秒如年呐。我觉得那么漫长，而且在所有人面前你站着的时候就显得很突出很显眼，然后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所有人都在场都看到了，所以我站在那里就脸真的是火辣辣的，就有羞愧，有愤怒，有耻辱，有不甘，反正就很复杂的心情啊，好难受啊。这个时候也断然不可能有任何学生有勇气为我说一句话的，因为我知道学校或者是家长都不可能站在我这一边，更不要提跟我同龄的学生了，他们也都还是孩子呀。所以那节课下课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难过，我趴在桌子上就哭了。我的好朋友当时就过来就说，这个老师他有病，他脑子有毛病，他是不是神经病啊？进来就发火，然后这样在我面前骂了他几句。这对我当时来说也是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了，因为至少我觉得我不是孤军奋战，至少我知道我的同学也觉得这个老师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对的。就那个时候就一点点理解就足够你撑过
这个委屈了。其实当你听到有人能理解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委屈才真的更强烈，就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这样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就好委屈。在后边的几次上课过程中，我也能明显感觉到他故意不提问我，提问的过程中就按顺序点，到你的时候跳过，这样其实现在看来这个叫做差别对待，甚至是霸凌了。但当时的我会觉得这个是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的，我想我应该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了。我开始还会觉得有点难过，后来我根本就不太在乎了。我就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垃圾的话，那我改变不了你，但是我要尽最大可能不被你影响。在后边的记忆就有些模糊了，就高中毕业，然后就去上大学了。但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为真的还是非常鄙视的，我很看不起这个老师。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是有点气的。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后边都大学毕业了，我都想打个电话把他骂一顿，你知道吗？当然我也只就是想了想，我就是觉得他不可以那样去践踏一个学生的尊严，更不应该这么没有师德去迁怒于我自己的私事，迁怒到我这里。所以我也很想对于几十年前那个虽然那么难过，遭受那么大压力，但是依然挺住没有道歉的自己点一个赞。我觉得你以你的方式保护了你自己的尊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就是这么多年说起来，就心里还是觉得有点难受的。我现在想想，他可能已经就是60-70岁的年纪了吧，甚至也有可能这个人都不在了。我们做人真的还是要问心无愧比较好，否则即便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做过的事情是会留在那里的，留在别人的记忆当中的。无论他是否还在这个世上，我不会去恨他，但至少也不会原谅他。大学毕业之后呢，虽然我一开始是没有打算做老师的，但是兜兜转转，就也可能就是命运使然吧。我就成了老师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次上课铃声刚刚响，一个家长就推开教室的门，他推开门进来之后呢，就走上讲台，气势汹汹地指责我：你怎么当老师的？你这题都教错了，你也配当老师？就这样对我说。我当时都有点懵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哪位？他就说：我是某某某的家长。那个某某某就是我的学生，当时就坐在课堂里边。接着他就拿出一个卷子说：你看这道题，你都讲错了，还好我懂英语，你就这么糊弄学生的？你这个水平是怎么当成老师的？然后我说：你先不要着急，我就把那个卷子拿过来，我说：是这道题是吧？他说：对呀，这道题应该选。我说：你先不要讲话了。我说：那这样，我说这道题，那我把它列在黑板上，然后呢，我们让现场其他同学来一起做一下，看看我昨天讲的答案是什么，好吗？我就把那道题抄下来，抄在黑板上，把4个选项 A、B、C、D 写在那里，然后让大家选。我说这道题我昨天讲的选什么？大家都说选 C。我说家长，这道题选 C 答案正确了吗？他说对呀。他说那我儿子昨天说你教的答案选 A， 所以他这里写的 A。我说那也有可能就是他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写错了呗。我说没关系，我说只要这道题没有错，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他因为前面非常失礼嘛，想要让我下不来台，结果发现是他儿子自己，要不然就是上课没有认真听讲，答案写错了，要不然就是没有改正。刚好呢，这个家长懂英语，一检查他孩子的卷子的时候，肯定态度不好呗，所以他孩子害怕挨打，所以就可能撒了个谎，说老师说的选 A。
所以他就信了这一切之后，第二天专门等上课的时候来到我的学校，跟门卫那边说他的孩子把试卷落在家里了，他要送过来。我们当时学校的那个监管都不是很严格，这个门卫基本上确定你是学生家长之后都是允许你进入的，因为那会儿管理都不太正规。他进到学校打听我在哪个教室，然后专门趁着那个时间段冲到教室，想要让我丢脸吧。后边他一看跟他预想的东西不一样，他顿时就觉得羞愧难当，有点难堪。他就立刻开始把这个怒气转向他的儿子，就开始骂脏话，骂他的儿子，说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说着就要冲向他儿子，就要动手。这个时候其实他前面那么没有礼貌的质问我，我有点生气，但是我当时必须保持镇定，要自证清白，我接下来说的话他才能听。所以我前面是压着怒火的，因为我是老师，首先，其次孩子们也都在，发火也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看他接下来就要去殴打他自己的孩子，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大声喝止他，我说你住手，请你出去，现在是上课时间。其次呢，他是你的儿子，但是他也是我的学生，只要有我在，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但是现在你不能占用课堂的时间，更不是管教孩子的时间，请您退出去好吗？然后他被我这么一喊也有点愣了，然后当时他的儿子在那已经吓得抱起头来，就是觉得非常的害怕了。然后他被我制止之后也有点反应过来了，也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啊，老师对不起，那我先出去了，就走掉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看他儿子就是一脸感激的望着我。我前面也提到了，在我的那个时代，就是孩子被父母打两下，这个一般是没有人管的，也不定义为犯罪，都不会把这个行为看作是暴力。那个孩子呢，我觉得他比起说挨揍带给他的痛苦，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被他爸爸揍的这种耻辱感，可能会让他更痛苦。所以我制止了这一切之后，他就是非常感激的望着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愧疚，因为毕竟是他撒了个小谎导致的这个大的风波嘛。后边我就说好了好了，赶紧坐下吧，我们现在要上课了，我们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其实那个人的儿子学习一直是不太好的，以前上英语课的时候也不太积极，但是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成绩虽然就还是差不太多，他整个人都变得积极了，也爱上课了，也爱跟同学打招呼了，就整个人都说脱胎换骨也一点都不夸张。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做老师挺有意义的，就是你真的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你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吧。后边那个孩子毕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起了这个事情，表达感谢。所以我就觉得做老师可能在有些人的眼中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但对我来说不是，我觉得当你用心去跟学生沟通碰撞的时候，你真的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举动改变他的一生。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恰恰就是因为我高中遇到了一个那样的老师，有过那样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在后边看到我的学生也处于相同的处境的时候，我就很勇敢的去站出来了。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吧，因为毕竟你自己受了那种委屈，所以你就不愿意别人再去受同样的苦。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在
研究生时期的一位老师。我记得在法国读研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做 strategy 战略课的一个导师，他呢长得就很像动漫里走出的人，虽然是欧美人的脸，但是体型呢是比较娇小的，头发也是偏直的，梳得很短，这种放在耳朵后边很短的短发，然后五官很深邃很立体，整个人是非常干练的样子。我们在上战略课的过程中呢，有很多小组作业要做，当时的这个分组呢是随机分的，我们组刚好是6个人，我们已经上过1节课了。我们一起做小组作业的时候，第1节课大家已经讨论出主题，已经做了一部分了。但是有个小组呢，原来是5个人，一个人因为生病了，长期请假不能来，还有一个人呢，他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太适合他，就退学了。所以那个小组只剩下3个人，而我们小组是6个人。老师说那这样人数也不太平均，就跟我们小组说，你们组员自己商量一下，要出1个人去对方的那个小组，这样的话不就是5个人跟4个人的关系了吗？这样工作量也好分配。我们小组的6个人当中，大家就开始商量了。我前面也提到了，小组作业已经做了一部分了，去别的组呢，就意味着要换主题，别人已经做了1周了，你要从头开始加入，就是还要适应跟其他队友的关系嘛，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新的小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抽签，有一个女孩子抽中了，她要去那个小组，但是她当时的这个英文真的是不太好，就跟那个小组的人可能几乎就是沟通不了，她就不愿意去，她就说，哎呀，我这个英文真的跟他们沟通不了啊，能不能你们别人替我去呀？因为当时我跟我合作搭档的一个朋友同时在这一组，所以我们俩就想着说，那如果要走的话，我们俩可以一起走去新的小组。那这样呢，首先2个人一起过去加入新的小组，心理压力上不会很大，因为即便融入新的小组不那么顺利的话，你至少还有一个自己原来的朋友。我们就商量说，那我们俩可以替你过去。如果我们俩一起加入到那一组之后呢，这一组就剩4个人，而对面那一组会变成5个人。那这其实对这个分组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后边他就说好，那我去跟导师说，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分小组坐在一块儿，在讨论作业的内容，就是课堂纪律是比较轻松的。他去前边跟老师说的时候，可能他的英文也不够好，也没有说清楚，再加上老师也是上了1天课嘛，已经到最后1节课了，几个回合下来没说清楚，老师也有点烦了，就很生气的说了一句，我说的就是1个人挪到另一个小组，就是很生气，这样吼了他。当时教室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他也有点尴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小组里边，小声说，你看教授不同意，那他只能同意1个人去那一组，怎么样。后边我说关键是他为什么不同意，他没有理由不同意啊。后边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我再去跟老师商量一下。是一个女教授啊，她发完火之后也觉得有点尴尬，大家就继续在讨论嘛，还在讨论各个小组的作业。我就去到前边跟她说，我说现在呢我们组是6个人，对面组是3个人，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已经小组作业已经做了1周了，那现在调谁过去其实都不太公平，因为毕竟大家决定做这个主题的话，就肯定已经提前做了一些调研了。那现在要加入到别的小组，首先对于这个被挪过去的这个人，他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之前做的工作就相当于都白费了呀，对吧？其次呢，就说那一组从5个人变成了3个人是不可控因素变成的，那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
但是呢，却要有这一个人出来为这个事情承担后果。承担后果的方式就是他一个人加入到新的组里边，可能面临着小组作业相对慢，甚至不知道能否顺利的融入小组。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的意思呢是2个人过去，因为这样就是4+5跟5+4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对于过去的这2个人意义重大。首先呢，他有自己的同伴过去，交流起来更方便。其次呢，就是在融入新小组的过程中，即便有些困难，他至少还有一个自己的朋友作为支撑，那他融入起来也会更轻松，压力会更小一些。否则我们这一组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换到新的一组。总不能因为一个人能体恤大家的难处，反而就要让他承担额外的风险跟压力。我说这个东西是不公平的，因为原则性来说，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新的小组的。教授就听明白了，他说哦，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那就2个人换吧。他说我真的是太累了，我今天上了1天的课了，我而且还有点头疼，所以我刚刚听他没有讲清楚。他说非常抱歉，那我跟学校那边说一下，你们就2个人换的那一组好了。我说啊，那非常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就成功的换到新的一组了。这个课上完之后呢，大家陆陆续续都散去了，教授也在收拾东西嘛。我问他，我说你感觉好些了吗？他说好些了。刚刚谢谢你啊。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按摩一下肩膀，因为我懂一些中医的基础知识，可以帮你按一按，缓解头疼，你可能回家的路上也会更轻松。他当时就非常的惊喜，我就帮他摁了一下肩颈的一些个穴位，还有头部风池穴，简单的这个放松了一下，明显感觉他整个人一下就放松下来了。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穴位的事情，觉得可能是心理作用，那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他说哦，我相信。我的一个朋友呢，就是在中国学过中医，他还给我讲过很多里边的道理，还给我买过关于中医的书，当然是用法语写的。我说真的这么巧？他说是的，而且我现在是真的感觉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又聊了几十分钟吧，因为我决定去读研的时候已经从大学毕业10多年了，所以导师的年纪可能比我也大不了太多，可以聊在一块儿的东西也比较多。最后他走的时候跟我表达了谢意，还跟我要了邮箱。等到回去之后还专门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表达感谢，说非常抱歉在大家面前发火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很感谢我对他的这个友善和理解。这个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在于前边可能就是一瞬间变得有些感性，有点烦躁，但是当我们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之后，他能立刻转回到这种理性的这个状态去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可能在西方来说大家都还是情感更外露一些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至少我们去跟他争取的过程中他听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吧。以上就是我上学时代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位老师，还有和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那大家呢，说起老师的话，你们有什么特别温暖的回忆吗？有没有特别感谢的人？那有没有至今都难以释怀，觉得可能无法原谅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过去的终究都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恐惧胆小的小朋友了。如果你曾经遇到过让你觉得温暖，觉得闪闪发光的老师，那是你的幸运。那如果你遇到了可能师德不够，甚至有些恶劣的人，那么我觉得
你也要学会疗愈自己，让这件事情成为过去。未来我们一定可以自己去塑造，就是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好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